韩立也不说话，背后双翅微微一扇，一声霹雳，人就从原地消失不见。青袍老者见此一怔，但他的争斗经验可不少，陡然想起了什么，猛然一拍腰间储物袋，顿时一道金光从袋中飞射而出，化为了一面青色古盾，一下挡在了身前。而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，在魔云边缘处银光一闪，韩立身形浮现而出，两手一握拳，身上金光狂闪，轰隆之声乍起，一层金色电衣浮现而出。接着韩立面无表情的一晃，人就再次消失不见。这一下，魔云中的老者心中发寒起来，不假思索的一张口，喷出了一口灵光闪闪的小剑，化为了一道绿红，周身飞舞不定。老者还不放心，正要再放出几件古宝之时，一侧方向猛然传来了霹雳之声。韩立浑身电弧狂舞，浮现在数丈远的地方，身上金弧夺目耀眼，如同雷神降世一般。附近魔云一个照面就被倾荡得干干净净，露出10余丈大小的一块空地，竟将老者反客为主笼罩在其内，身形暴露无遗。青袍老者不由得一声低呼，随之意识到不妙，当即身上灵光闪动，就要急忙离开此地。但是韩立既然冒险用雷遁潜到了此地，又怎会轻易放对方离开？身形一晃之下，人就带着一连串幻影栖身到老者身前，两只手齐扬，一道紫色火焰和一抹金光同时激射而出。青袍老者见韩立身形如此之快，大吃一惊，顾不得其他的事情，急忙一张口，一团白气喷到了身前古盾之上，一面青蒙蒙的光墙从盾上浮现而出，横在了韩立和老者之间。紫色火焰一闪之后，不客气地击在了光墙之上，滋啦一声轻响，让老者目瞪口呆。一幕出现，紫色寒气在光墙上迅速蔓延而开，一层厚冰飞快地覆盖了整座光墙，将那青色古盾一下封在了其内。这是什么功法？怎的如此霸道？老者不由自主地惊骇起来，另一道金光随之也激射而出，噗的一声轻响，金光在冰墙一闪即逝的不见了踪影，但马上一缕金芒又在老者面前乍现而出。青袍老者一个机灵，身形几乎下意识地向一侧拼命一闪，马上他只觉得肩头一凉，一股难以忍受的剧痛传来。他惊惧的急忙侧目一瞥，只见自己的一条手臂竟已被金光切落了下来，而若不是反应够快，恐怕手机就已掉落。那道金光一个盘旋后冲高空射去，赫然是一口寸许长的金色小剑。而他再回首时，才发现面前冰墙上现出了一个小小的孔洞，那金光实在锐利无比，竟如同无物般直接洞穿冰墙，和其古盾所化的光幕双层阻挡，实在让人难以置信。老者却顾不得惊叹，此时正是惊怒之极，他飞快的一道符箓打在身上，稍一止血后，就咬牙切齿地瞅向前方，想要将韩立碎尸万段，以报断臂之痛。但其目光扫过之处，前方却空空如也，韩立竟踪迹全无。不好！老者见到此幕，心中一沉，一层寒意从心底深处涌出，顾不得再寻找韩立的踪影，一只手就飞快地掏向了储物袋，想要取出一件护身宝物再说，但是却已经迟了。青袍老者背后传来一声低不可闻的闷声，随后其护身灵光被什么东西一击而破，一只紫焰包裹的手掌迅雷不及掩耳从身后洞穿胸膛而出，紫色寒冰瞬间蔓延整个身躯，将其活生生地冰封其内。老者只觉针刺般的疼痛蓦然遍布全身，身形就无法动弹分毫，心中大为恐惧起来。而这时诡异转到其身后的韩立丝毫没有留手之意，袍袖毫不迟疑的轻拂一飘，一张金色电网从头照下，电弧闪动爆裂之处，紫色冰块寸寸碎裂开来，
而一个黑光笼罩的婴儿顿时从那碎冰中激射而出，一闪之后就要慌慌张张的瞬间离开。但是早有预料的韩立口中一声冷喝，电网光芒大放，老者元婴瞬间过后，竟一头扎进了金网之中，无法从网中脱离而遁。韩立嘴角寒意一闪，两手一掐诀，顿时金网蓦然一缩，然后蓦然爆裂开来。元婴老者就在那金网闪动中化为了乌有。从老者出手偷袭韩立，到韩立毫不留情地反过来灭杀青袍老者，只是片刻的功夫，黄袍大汉等方尖山二妖根本就来不及救援分毫。眼见韩立就如此轻易地击杀元婴中期的同阶老者，二人同时心中大骇之极，脸色同时发白起来。黄袍老者不及多想，嘴唇微动，传音几句，接着和那天风真君顾不得再继续围攻炫夜王，猛然将法宝一收，二人同时向后倒射进了沙雾之中，身形隐匿不见了踪迹。炫夜王在重伤下刚才大处下风，但以狮王之体的坚韧，挨了几记法宝攻击后，但总算是安然无恙应付了下来。不过此刻的老魔瞅向了韩立的目光却带有一丝异样之色，他心中震惊之余，隐隐有些不安起来。他自忖若是没有身受重伤，并且身处陵墓之中，也绝无法像眼前之人举重若轻般灭杀一名同阶修士，甚至连元婴都被灭杀得一干二净。无论韩立的神通还是手段，都令老魔心中微寒。难道此人是元婴后期修士不成？老魔如此想到，重新打量了一眼韩立，但的确是元婴中期修为不佳，那说明这貌似青年的修士修炼的神通实在是太过惊人，竟直追元婴后期的大神通。老魔想到这里，微吸了一口凉气，幸亏当初只是派化身去寻觅这人，若是他不知情亲自为金刚罩追杀此人的话，恐怕10有8九要倒大霉。而他从回到山脉中后，就无法再感应到那2具化身，想来已经被对方灭杀。玄夜王心中也是忐忑不安，下意识地将那2名化身的失踪归到了韩立头上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正想出声和韩立说些什么，四周的法阵却突然出现了惊人的变化，一下将其注意力吸引了过去。只见原本黄蒙蒙的沙雾蓦然颜色大变，晨昏之中，沙浪消失不见，反而是若隐若现，现出刚刚困住韩立飞剑的那些乌黑沙粒。这些沙粒不像黄沙般那般稠密，但一个个闪动着阴寒的乌光，密密麻麻遍布沙雾之中，显得诡异之极。而随着这些黑色沙粒的出现，鬼哭狼嚎之声大起，转变成了黑色的沙雾，气势汹汹地向中间挤压而来。不好，狂沙老鬼竟将所有的落魂沙都放了出来，掺进了禁之中。道友，这些落魂沙绝不能用普通的法宝抵挡的，只能依靠自身修为应接了。不过他驱使如此多落魂沙，法力肯定有些勉强，绝不会持久的，只要撑过几轮猛攻，就可无事了。炫夜面色一凌之下，急忙冲韩立大声打招呼。现在他和韩立算是困在了一条船上，自然不希望这位神通如此大的帮手出什么意外。先前见韩立用那金色电弧破过此沙一次，但这次如此多的落魂沙一起攻来，他可不信韩立还能仅靠电弧就能抵挡得过去。落魂沙，此沙阴气如此之重，看来是用精魂炼制出的法宝，怪不得能有如此大的声势。韩立漂浮在空中，喃喃自语，脸上却是面无表情，丝毫戒备动作都没有。炫夜王见此，心中有些诧异，但眼看黑色沙雾就把剩余的空间淹没起来，也顾不得其他。他一张口，一团团拳头大的灰白色尸焰喷口而出，转瞬间凝聚出一个巨大的火团，将其罩在了其中。也只有他修为了无数年月的万年尸焰，可以抵挡这些落魂沙的围攻。
而就在这片刻的耽搁，这些黑蒙蒙的沙雾一下将老魔淹没在其中，尸焰黑光瞬间交织闪动，不时发出轰隆隆的爆裂声，激烈之极。这时韩立身形却在空中往中心处缓缓退去，片刻后，眼见退到退无可退的地步后，韩立双眉一挑，猛然间一拍腰间灵兽带，一道乌光从带口中飞出，一个盘旋后落在了身前，现出一只乌黑的小猴出来。此猴数寸大小，满脸不情愿之色，正是原本金刚罩中炼化尸焰的提魂兽。此兽被韩立强行用神识召唤而出，打断了修炼，心情自然大坏。但是片刻后，提魂兽大鼻嗅了几下，目光朝四周铺天盖地压下的黑色沙雾后，脸色顿时露出了欢喜，当即不用韩立神念催促，两手一捶胸口，口中发出低沉的长啸声，身上黑色刺芒闪动不已，身形一下狂胀起来，化为了一只10余丈之高的巨猿，背后的鬼脸图案立刻清晰可见，身躯扭动之间犹如活过来一般。无论暗藏在沙雾中伺机而动的黄袍大汉二人，还是正拼命抵挡落魂沙的炫夜王，一见此猿如此惊人的现身，都是不禁暗自心惊。他们正在思量，韩立此时放出神秘灵兽到底是何用意。巨猿已是大鼻一哼，大片的黄霞从口中飞出，一个环绕后，霞光万道的将韩立和自己护在了中间。黑色沙雾终于气势汹汹地压上，但铺天盖地的沙雾一接触黄霞，立刻冒出大股的浓稠黑气，被霞光卷入其内。黑气一去，那些黑芒闪动的沙粒顿时在沙雾中显露无遗。巨猿见此毫不客气，大嘴一咧，竟喷出了一道金灿灿的光柱出来。光柱所照之处，尘埃落定，所有的黑沙丝毫反抗之力都没有，被狂吸而入，直接射进了巨大的口中。转眼间，黄霞和光柱几番扫荡后，黑色沙雾被冲击的七零八落，阴气溃散，根本无法进韩立的身前分毫。而被提魂兽吸纳了大量阴气和黑沙后，附近的沙雾竟渐渐由黑转黄起来，藏在沙雾中。栖身到附近的狂沙上人和天风真君则是不禁目瞪口呆起来。这落魂沙实在不是普通的宝物，为了祭炼这种可以污秽别人法宝的利器，黄袍大汉当初不知偷偷杀害了多少低阶修士，采用他们的精魂元神，大量的珍稀材料，耗费了100余年的功力，最终才炼制成功。以往遭遇强敌，大汉二人只要将此沙放出，几乎无往不利。就是在和同阶的强敌对抗时，此宝也同样大展神威，屡建奇功，甚至闯出了狂沙上人这般偌大的名声，在旁门左道中算是赫赫有名的前辈高人了。这一次他敢招惹那邪修大名鼎鼎的炫夜王，其实也有2分有此宝做底气的缘故。可如今放出此沙，加入大阵来对付眼前的不知名修士，非但无功，反而是3下5除2，被对方放出的巨猿收去了不少。这自然让黄袍大汉痛惜之极，哪儿还敢再驱动黄沙围攻对方，反而是急忙掐诀，将韩立附近的黑沙全部收回。同时此事让他迟疑起来，心中不由得生出了一丝去意。狂沙兄，你不是借来了蓝晶神沙吗？干脆用此宝来对付此人。这人的巨猿虽然不知是什么灵兽，但显然只能克制阴气鬼气，那蓝晶神沙可是纯粹的道家之宝，对方一定无法招架，只要灭了此人，一切都能按照原计划进行。为了这次行动，此位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精力，眼看就要得手成功，实在不愿意这么功亏一篑。